鬼谷子72说2，值得收藏研读。第10计是可治，则抵而塞之；不可治，则抵而得之。纵横八术之底息之术。错，上无民主，公侯无道德，则小人谗贼，贤人不用，圣人属逆，贪利诈伪者作。君臣相惑，土崩瓦解而相伐舍；父子离散，乖乱反目，是谓萌芽西下。圣人见萌芽西下，则抵之以法，是可以治，则抵而塞之；不可治，则抵而得之。鬼谷子的这段话牵涉到了社会变革层面，天下分错，上无民主，公侯无道德。这是说天下纷乱的时候，社会上层，也就是领导阶层昏庸无道。上层如此，下面会是什么情况呢？则小人谗贼，贤人不用，圣人属逆，贪利诈伪者作。就是那些势利小人会乘机为私利尽谗言，做不光明的暗示。有贤德的人得不到重用，圣明的人都隐匿山野，贪图利益，尔虞我诈，虚伪无诚意的行为大作于天下。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，君臣相惑，土崩瓦解而相伐舍；父子离散，乖乱反目。就是说，君臣相互猜疑，国家组织政体土崩瓦解，各方列强互相征伐，老百姓就更苦了。亲人离散，流离失所，到处是变乱和仇恨，是为萌芽西下。出现如此等等的现象，都是将要发生社会大变革前的萌芽先兆。那么，按鬼谷子的意见，一个圣人，一个有大智慧的人，处身这样的社会现实，该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就要用上面讲的底息的方法。底息的方法，鬼谷子在上面讲了5种，即可抵而塞，可抵而却，可抵而息，可抵而逆，可抵而得。这都是比喻性的说法。可抵而塞就是把裂缝堵塞起来，可抵而却，却是退却的意思，意思是说让裂缝逐渐缩小。可抵而息，息是停止的意思，意思是说让裂缝不再继续扩大。可抵而逆，逆是隐藏的意思，就是暂时把裂缝遮盖住，不让人发现。可抵而得是站在另外一种立场上讲的，这个立场不是维护修补裂缝，而是利用这个裂缝。过去的领导阶级因为这句话不喜欢鬼谷子，认为鬼谷子在这里是教人造反。其实这个可抵而得的得，只是利用裂缝的意思，改朝换代只是一个其中一种极端的形式。领导阶级是同样可以利用这个裂缝来达到化解社会矛盾、解决社会问题的目的。天下破裂，诸侯群臣等有势力方，就会想要趁机分割利益，得到利益。例如孙中山推翻满清，结果他们有兵权，所以后来给袁世凯又当了皇帝。袁世凯可抵而得，因满清破碎得到天下。因此我们重点在于破碎中我们能否从中得到利益，否则我们就隐藏。第11计，无形之计，无为而无所不为。鬼谷子曰：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，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。故先王之道因，言有之曰：天地之化，在高与深；圣人之道，在隐与匿。非独忠、信、仁、义也，中正而已矣。道理达于此义者，则可与语；犹能得此，则可与古远近之意。智慧要用在常人不知道的地方，而能力要用在常人做不到的地方。只有无形隐秘的进行计划，才能使计划容易成功。这样做就接近圣人了。圣人都是在世人不知道、世人看不见的地方驻守计划，因而顺利成功。此乃无形之计。孙子也强调用兵于无形。第12计，翻手为背。鬼谷子曰：为小无内，为大无外。易损、去就、背反，即以阴阳御其事。阳动而行，阴战而藏，阳动而出，阴随而入，阳还中始，阴即反阳。圣人之道就是会使用阴跟阳、柔跟刚、利跟害等等两手策略，这样才能达到无所不为。所以鬼谷子说：圣人之在天下也，自古至今，其道义也。变化无穷，各有所归，或阴或阳，或柔或刚，或开或闭，或持或张。圣人依据形势选择各种变化，使用两手策略，而不是单一种方法。第13计，五合深谋。鬼谷子曰：凡曲和背反，既有合适，画转环属，各有局势，重复相求。因势为治，成于势而合于策略，与之为主，合于彼而离于此，计谋不两中。必有反五，反所以五于彼，五于此，反于彼，其数也。五合之术，五是忤逆相悖的意思，合是顺应、趋合的意思。
五合数的实质是以五求合。鬼谷子认为事无常贵，事无常失，即世上没有永远显贵的事物，事物也没有永恒的榜样。古之善备象者，乃挟四海，包诸侯，五合之地而化转之，然后求和。故一因五就汤，五就桀，而不能有所名，然后合于汤。吕尚三就文王，三入殿，而不能有所名，然后合于文王。五合之术也是以阴阳御其事，就是你要忤逆或顺从。鬼谷子要我们根据有利条件做出选择。第14计暗度陈仓，暗度陈仓也是兵法36计的第8计，即在战争中隐蔽攻击路线，暗中迂回到敌后偷袭，攻其不备，克敌制胜。此计使我方利用敌人被我方佯攻、佯动的迷惑手段所蒙蔽，乘虚而入，以达到军事上的出奇制胜。暗度陈仓后来成为成语，只利用以明显不相干的行动吸引对方的注意，再暗自采取其他行动以达成目的。鬼谷子曰：故圣人之道阴，愚人之道阳。智者是义，而不智者是难。鬼谷子，圣人谋之于阴，故曰神；成之于阳，故曰明。圣人谋事非常隐蔽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事情就办成了，还不会留下任何后患。这就是魔术的高明所在。由于圣人是从道从德之贤者，因此他们在事成后，即使旁人受贿无穷，也无法察觉其原因所在，因为人们无法识破他们的谋略。因此圣人都是在暗中战胜对手，使对手无法防御，如韩信用暗度陈仓之计。第15计抓住心理，掌握核心，一点打破问题所在。守义者，为守以仁义，探其在内以和也。探心，深得其主也。从外至内，是有细曲而随着，故小人比人，则左道而用之，智能败家夺国。非贤智，不能守家以义，不能守国以道。圣人所贵道微妙者，诚以其可以转危为安，救亡使存也。这个已经算是心理操控术了。要想从外部操控别人的心理，就应当懂得有必要捉住事物的要义，掌握别人的心理，内部进行操纵。悉数一问就能够方便的解决了。探测对方的内心世界，掌控操作对方内心的想法，相应的权术从外部控制他的内心。往往小人精通此道而变成旁门左道的方法，小人既探知其心，进而得到君主认同，得心既深，便开始操纵利用控制君王，故开始进谗言，命令从外控制君主内心，操纵国君管理者，会导致家破国亡。凡是非公正者，为自己私利，皆曰小人，反倒乱常，害贤伐善，所为者公。国君被小人洗脑控制，家破国夺，天下就有祸害。非贤智，不能守家以义，不能守国以道。只有圣人能够看穿计谋，将国家守住，转危为安。第16计是微成句，一叶知秋。鬼谷子曰：察其事，论万物，别雄雌，虽非其事，见微之类。一个准确的人，能够依据纤细的预兆，去推知潜在的严峻作业。第17计主客互变，故愚者易避也，不孝者易惧也，贪者易诱也，是因时而裁之。故为强者基于弱也，为直者基于曲，有余者基于不足也。此其道术行也。故外轻而内疏者说内，内轻而外疏者说外。利用机会养足实力，反客为主。故为强者基于弱也，为直者基于曲，有余者基于不足也。此其道术行也。故外轻而内疏者说内，内轻而外疏者说外。故因其以以辨之，因其见以然之，因其说以要之，因其事以成之，因其恶以全之，因其患以斥之。比赛主客之事，则有辩客为主，辩主为客之术也。第18计纳叛招降。鬼谷子得之术曰：勿坚而拒之，许之则防守，拒之则闭塞。高山仰之可及，深渊度之可测。神明之德术正境，其末之急于右主德。君主崇尚德行的方法是不随意拒绝，也不随意许诺。随意许诺会妨害君主的职守，随意拒绝就会堵塞天下言路。向上可以仰望高山，向下可以测量深渊。圣明的君主手段高明，真于极点，谁也无法捉摸。以上所说指君主要崇尚德行。一个聪明的主帅，应当有一种宏伟的政治家气势，他不回绝任何一个想要归附他的人。第19计应敌而动，谋之在此，伏之在彼，从而用之，是无不可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鬼谷子曰：谋者，伏也；内伏者，揣之主也。用之有道，其道必隐微；谋之，
以其所欲，侧而探之，内服必应。其所应也，必有为之，故微而去之，是谓塞教。逆端、隐冒、陶情，而人不知，故能成其事而无患。魔之在此，服之在彼，从而用之，是无不可。揣摩试探是揣情的一种方法，使对方的内心欲求得以显现，这是揣情的根本所在。使用揣摩试探的方法，需要掌握一定的规律，这些规律是隐秘的。通过揣摩试探对方的欲求，探测对方的所谓应，是破而后动，不得已而起。这里的应不是消极的无抵抗主义，而是以无为达到无不为的一种方法。一个人如果处处争强好胜，他的体力、精神必定消耗得快，生命不会轻举妄动，而是不断地锻炼自己的体力意志。所以在准备与对手交手之前，要先用魔之术，从而用之，是无不可。一直达到能完全克敌制胜的时候，他才会有行动。也就是说，他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；不动则已，一动就势不可挡。第20计三教九流，为我所用。鬼谷子曰：凡度全量能，所以征远求近，其有隐括，乃可证，乃可求，乃可用。一个人要想干出一番事业，就必须广泛的招纳各方面的人才。郑国子产是一个办公则而能使的人，公孙混能治四国，火而善变；毕臣、冯简毛能断大事，子大叔美而善写。豫国与国之事，子产问公孙混，然后与毕臣计议，再让冯简毛判断事情的可行性。一旦事情成功，再让子大叔写文来应对宾客。第21计散纵连横。鬼谷子曰：义之损之，皆为之辞，用分威散矢之权，以见其对威，其机微，乃为之决。故善损对者，譬若决水于千仞之堤，转原石于万仞之谷。一个聪明之士，能利用形势分威散矢，破坏敌人的联盟关系，从而增强自己的威力。首先想说说分威。分威指的是什么呢？用现代的语言来解释，就是将你的影响力散布到遥不可及的地方。剩下可以自己体会其中的意味。分威要效法埋伏起来的熊，分威之人要先将自己的想法隐藏起来，因此要将自己的意志禁锢起来，让精神回归他的心舍，从而使得隐藏的威势更加强盛。威势强盛，则内心更加坚定，内心坚定，在前行的道路上就无人能敌了。所向无敌，则能够将你的影响力分支于其他共同战斗的伙伴，从而使他们行动起来，令声势如天空一样浩大。以实取虚，以有或无，就像用一杆很重的秤来称很小的东西一样，是极容易的。因此，只要行动起来，就一定会有人跟随；只要唱出声来，就必定有人应和。将一根指头弯曲起来，去观察其他手指的情况，就能轻易掌握其行动的变化，从而使得无人可以对你使用阴谋。认真观察敌方唱和的规律，也就可以使用反间的手段。一旦对方的动向被掌握清楚，就可以趁势将威分出去。要想掌握在合适的时机行动，有一个必备条件，就是时刻修养心智，这样才能做到隐藏自己的意图，以暗察敌人的活动。凡是意志坚定的人，都是善于养气的；凡是谦逊低，都是善于帮助他人养气的。因此，想要神威长存而化解干戈，这就是人们需要掌握的法则。散矢，从标题看来，与分威有异曲同工之处，但是一静一动，一内一外，注重之处不同。散矢要效法鸷鸟一种猛禽，散矢者是受到精神意志的指使，实施的时候一定要遵循一定的规律，顺势而为，威严不失，精力充沛，顺着形势行动，则能够散矢。想要散矢的人，应当做到虚怀若谷，包容一切，同时踌躇满志，势在必得。而如果意志失去了威势，精神不专，所说的话就会出现纰漏，从而引起对方的疑心而生变故。也因此一定要善于观察人的意志，以此作为依据，揣度关系，谋划策略，持方圆之策，合乎情形变化的法则，以求最好的结果。没有好的时机，就不轻易将事散出去。散矢者需要做到等待时机恰当而为，势力才能得到最大的发挥。因此，善于思考形势、发现纰漏的人，必须善于向内修炼自己的武器，向外打探敌人的虚实，才能在行动起来时达到分散使用实力的效果。动接跟随敌方的意志，并随时掌握对方的计谋，对形势的把握是决定胜败、权力变化的关键。势力溃败的一方，
往往是因为不善于观察，不了解对方所致。至此，便是分危与散失的全部内容了。不知你看过后感觉如何？反正我每看一遍，都觉得精神重新受到一遍洗礼。这真的是现人难以总结的精神智慧，在这样的和平年代，却能学习到战时第22计飞前破敌。鬼谷子曰：飞前偏位，立事而治事，必先察同意，别是非之语，见内外之词，知有无之术，决安危之计，定亲疏之事，然后乃权量之，其有隐括，乃可争，乃可求，乃可用。引钩前之词，非而前之；钩前之语，岂说辞也？乍同乍异，其用或称才，或其珠白玉才艺以示之，或量能力士以钩之，或伺候见兼以前之，将用之天下，必量权度能，见天时之盛衰，治地形之广狭，险阻之难易，人民财货之多少，诸侯之交，孰轻孰疏，孰爱孰憎，心意之虑，怀审其意，知其所好恶，乃说其所望，以非前之词勾其所好，以前求之，用之于人，则量智能，全财力，料其事，为三书即以迎之，随之，以前合之，以义移之，此非前之坠也。用于人，则空往而实来，坠而不失，以究其辞，可前而从，可前而恒，可引而东，可引而西，可引而南，可引而北，可引而反，可引而复。总之，鬼谷子所谓非前，就是立事而治事，就是运用各种手段，造成一种形式，使得对方集团或敌国不能不受我的挟持与控制。第23计料敌如神。鬼谷子曰：是之危也。圣人知之，独保其身。因话说是通达计谋，以识细微，精起秋毫之末，挥之于泰山之本。当事情出现危险征兆的时候，圣人能洞察一切，并且采取措施进行自保。在能够自保后，圣人会顺应事物的变化，并暗中思量琢磨，制定各种策略来找到产生危系的原因。事情初起时如秋毫之末那样微小，发展起来就可以产生撼动泰山根基的效果。圣人往往能透过细微渺小的现象，预料巨大成果变化，料敌如神。既然不动，改而遂能天下之敌，能知于知，见于不见。智者往往能透过错综复杂的现象，掌握敌人的真正动向。第25计若可攻强。鬼谷子曰：故愚者易避也，不孝者易惧也，贪者易诱也，是因势而裁之。故为强者基于弱也，也有者基于屈也，有余者基于不定也，此其道术行也。柔胜于刚强，故积弱可以为强。弱与强都是相对而言，在一定的情况下，弱也可以攻强，并能获得胜利。第26计无中生有。鬼谷子曰：神道混沌为一，以辩论万义类，说义无穷。尽管天道混混沌沌，君主或将帅也可以由此去推论出世上万物变化的道理，解说无穷无尽的奥秘。第27计空中楼阁。鬼谷子曰：是言者，假之也；假之者，易损也。明智之士，他善于利用言辞，去构筑一个乌托邦的世界，调动己方人的积极性，引诱敌人上钩。在这里，他要努力运用3寸不烂之舌，将自己陈述的东西说得无比美好，具有强烈的诱惑力。第28计带兵带心。鬼谷子曰：摄心者，人系其心于己。带兵必须要以带心为最高的原则，必须使每个人心里服从。第29计一石二鸟。鬼谷子曰：或因此，或因彼，或以事上，或以敌下。一个计谋能够收到多种效果为佳。第30计4两千斤。鬼谷子曰：何谓量权？曰：度于大小，谋于众寡。一个统帅或者将领应该知己知彼，这样他就能以4两之力巧胜千斤之力。第31计万金歼敌。鬼谷子曰：是皆有内劫，所使本劫或劫以财货，或劫以采邑，以后金去进行活动，往往能收到战场上得不到的结果。第32计治人行权。鬼谷子曰：是贵治人，而不贵见治于人。治人者，握权也；见治人者，治命也。道贵治人，不贵治于人也。治人者握权，治于人者失命。所谓握权者，知权变，握其机而应之，使与国家失于我，而为我助，不为他国所争。治人而不见治于人，权在主动行权，一人被动，整个事情都将被弄糟。第33计谋泄无功。
鬼谷子曰：欲说者勿引渡，记事者勿循顺。一个将帅或者统领，要想取得对作战的胜利，必须得严守秘密。第34计，怒亲帝王。鬼谷子曰：其谋者，有以平，有以正，有以喜，有以怒。怒者，动也。明智之士，不仅能以言语说动诸侯，而且能以激怒帝王的方式，使帝王为他的言辞而感动。第35计，万年大计。鬼谷子曰：远而可知者，反往一宴来。一个智者，他的目光远大，不会因小失大，贪图尽力而损名声。真正的才略绝不是贪尽力而忽略大计远略的小聪明，而是既要面面观顾，又能大刀阔斧的心力除弊，既老谋深算，又能不拘于习惯行事。第36计，无形之事。鬼谷子曰：士者，利害之决，权变之微，是败者，不以神速察也。时事对于一个统帅或者将领来说是很重要的，他应该在众人都未留意的时候，悄悄地行动，然后等待时机，一鸣惊人。第37计，不战为勇。鬼谷子曰：主兵日盛者，常战于不争不废，而民不知所以服，不知所以畏，而天下比之神明。主兵日盛，而人不畏也。圣人谋之于阴，故曰神；成之于阳，故曰明。贤达之士，往往能够在不消耗军费、不打仗的情况下，就能使敌人罢兵求和。这样的人，人们常常将他比作神明。第38计，霸者之资。鬼谷子曰：诸侯相抵，不可胜数。当此之时，能抵为右。一旦国家生死存亡之际，那些出类拔萃者就应当挺身而出，抓紧时机去建立一番霸业。第39计，五百年敌。鬼谷子曰：事无常贵，事无常失，反于事，处于彼，其数也。世事变幻无穷，今天的朋友可能就是明天的敌人，今天的敌人也可能明天就会成为我们的朋友。第40计，匠人引路。鬼谷子曰：情和者听，故物归类。抱薪驱火，燥者易燃；平地注水，湿者先如。此物类相应，守势譬由是也。此言内服之音，外魔也如是。一个将军或者统帅，他要说服利用别人的将卒，必然要投其所好，使其对自己有一种感恩的心理。第41计，招贤豁齐。鬼谷子曰：计谋之用，公不如私，私不如节，节而无隙者也。节法的种类很多，有内节、外节、生节、死节等。张良有项伯，这是内节；张仪、苏秦的合纵连横法，这是外节，以德服人，以惠怀人，为民谋福，为国图利，这是生节；包养死者，抚慰死者亲属，这是死节。第42计，推己及人。鬼谷子曰：吾以人之境所不欲，而强之于人；吾以人之所不知，而教之于人。不要拿别人不想要的东西来强迫人家接受，不要拿别人不了解的事去说教别人。第43计，反有所得。鬼谷子曰：欲闻其声反默，欲张反敛，欲高反下，欲曲反语，欲取反语。此言反听之道，有以致诱之。相反的事物不仅相生相成，并且本身就包含有对方的因素在内。有些事情表面上看来对自己无益，而事实上却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好处。第44计，退避观战。鬼谷子曰：切无极大，欲无强大，则被可协而并。退避可以观变，强弱是可以互相转化的。第45计，脱困之法。鬼谷子曰：中经，为阵穷趋吉。鬼谷子中经讲的就是如何解救处于困难、有急难者。一个有大志的人，不论遭遇到什么环境，他都能坚持自己的信念，为了脱困。他能受世人不能受之苦，尝世人不能尝之味，只有这样，他才能干出一番事业来。第46计，以静制动，示弱藏拙。鬼谷子曰：安徐正静，其被节无不肉善，与而不敬，虚心平易以待轻损。在纷扰的世事中，如果身居君位的人能够做到安定从容、公正沉静，就会像骨节有肉附着其上一样，发挥顺节制约作用。要等待心情平静后来处理危机。以上讲的是如何保持君位。第47计，千金买马。鬼谷子曰：用赏贵信，古之善谋者，如操钩而临深渊，
尔而投之，必得于焉。用赏贵信，用行贵正。摘自《鬼谷子》。鬼谷子弗言：一个君主，他应该有一种良好的德行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招募到贤能之士。最深刻的谋略、哲理，实属生之荣幸。以上是《鬼谷子》72术之2，编辑：狐狸威哥。谢谢观看。